嗨，大家好，我是思优。那我们这次呢要改造空间是一对新婚夫妻未来要居住的小套房。那这个套房呢，我这次帮他们设定的风格，我叫它日落小公寓。因为他们其实我在跟他们做咨询啊，然后他们在选照片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一个颜色非常有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带橘的粉色。然后，而且不只是那个女生对这个带橘的粉色很有兴趣哦，还有那个男主人他在选照片的时候也都会一直往粉色系去选，所以我才决定说这次帮他们设计的风格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点像是。你知道，就是夕阳染红天空的那种风格，再加上呢，其实女主人她也很喜欢那种美术馆的感觉，就是她喜欢那种整个空间很白很干净，然后但是会有一些就是艺术品风格的东西出现。这次他们的空间格局呢，因为它大概是只有大概不到8平大的小套房，而且他们的空间整体是比较狭长型的。他们要在这个狭长的空间里面融合了厨房、客厅区、书桌区还有卧室区，总共4个主要区块。那所以这是在空间格局的安排上面，我觉得也算是蛮有挑战性的。在格局的规划上，可以主要区分成2块，分别是客厅起居空间以及卧室休息空间。在客厅的部分，我们把空间一分为2，利用开放式层架、电视柜、双人衣柜组，打造整面的收纳系统，将几乎所有的收纳空间坐落在电视墙区，既能整合收纳系统，也可以尽量增加剩余的活动空间。在客厅区的另外一侧，则摆放一组3人座沙发、一张休闲单椅、圆形地毯和子母茶几。即便空间小，也不用舍弃舒服的休憩空间。另外，将沙发斜着摆放，就不会阻挡到通往阳台的出入口和通往卧室的通道了。搭配可调整的电视壁挂架，也能让客厅区保留正常的看电视角度。而在卧室区，我们将床架跟收纳墙平行摆放，多出来的床边空间则利用木座做出了 L 型的床头收纳柜兼书桌，成为了可以使用电脑的小书桌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做的第2个粉红色的风格，真的，对，第2个了。而且我这次呢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空间的感觉都是尽量以白色、米色，像这种就是比较相近色的颜色。但是呢，在最主要可以一眼看过去的墙面都漆了就是2个色阶的粉红色，来做出一点小层次感。这次除了做这个客厅跟他们卧室这一整个空间之外呢，我们也有做厕所，带大家来看一下。厕所这次厕所的话，因为他们的瓷砖很老旧，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一点点预算上面的考量，所以我们最后就建议说可以用乐土来做。那我们用乐土做了天地壁，就是一整间，然后再搭配上一点点就是木头质感的东西。另外呢，因为他们的厕所本身比较小，换成这种拉门隐藏式的，这样其实就会很省空间。好，我们厕所呢已经布置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玄关区开始布置。其实也差不多啊，也没有什么需要布置，因为这边之后呢，就是给他们放鞋子的地方，然后放开放式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使用。那如果说你想要买闭门式的当做鞋柜的话，其实也 OK。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上面我们有一个隐藏的小细节，其实它是我拿来藏便当箱。因为这个便利箱其实不常用嘛，所以你平常的话还是可以在这边放一些东西。你真的要用到开便利箱，就把那些东西撤下来，然后放上去。它其实就像是一个隐藏的，就是增加小收纳空间，但是又不会让这个区块这么突兀的一个方法。所以有没有又学到了一个新的遮便利箱方法？接下来旁边这一整面墙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所有小家电跟大家电会放的位置，像是冰箱啊、电锅啊、热水器啊等等，甚至这边还有吸尘器。那这一面墙呢，就是尽可能的都利用好拆卸然后可互动的家具来帮他们去做规划。大家一般做电器柜可能都会想说用固定式的家具，比如说系统柜整个做满，但这次呢，我们是选了这个，就这样。
这个的话呢是IKEA 的可调式的层架，而且我觉得它很好的地方是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壁挂的支架嘛，它的层架跟墙壁后面它是有缝隙的，所以它就可以像我们的现在电锅示范这样，你的电线是可以往后收的。哇，不会乱乱的，这样就不会乱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那一般人常见的话，还会在这个层架的最下方加就是大垃圾桶，这样子其实你整个厨房需要的机能全部在这个层架上面就可以完成。唱到没气。OK。挂布它不一定要挂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重点是让屋主知道说你有个挂布可以让你遮丑，所以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觉得像这种摆电器或是摆一些调味料的地方，它肯定到最后会变得比较乱一点，你就可以用挂布的方式去遮掉你不喜欢的位置。接下来是厨房的地方，那他们其实本来就有这边开放式厨房，他们只是整体的那个厨具有去做更换。那这是他们自己请人做的。那个时候他们只有叫我说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颜色，我就给他们一点建议。那时候我们还讨论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到底这个瓷砖要不要改掉？就是我们那时候有想过说要不要贴烤锅上去，直接把它变成白色的，这样好像比较符合一致。但没想到那个人造石一上去之后，发现它跟原本的瓷砖超级配的，而且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次的风格，它让这个空间有一点点小异国的风格，我就觉得很适合这是旧的墙面哦。对啊，这是旧的墙面。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你只要选对颜色去做搭配，你不用真的花大手笔的钱，也可以把你的厨房变得很好看。而且在这个区块，它就有点像是把你的这个挂东西的区域独立出来，这东西只能挂这里，这很可爱。而且如果你今天是挂一些就是用品类的东西，你也不用怕你的那个瓷砖脏脏的或者什么，你到时候这个布也可以直接拆下来换洗。接下来到呢，就是我们的客厅区。那客厅呢，就是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格局，我们的沙发稍微摆的斜一点点，那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客厅区变得稍微位置比较宽敞一些些。那这边呢，沙发的后面还有一些小矮柜，可以让他们就是收纳平常比较不常使用，但是又需要收纳的东西。然后再往里面走，就会直接到我们的卧室区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来 deco 我们的客厅区。这次地毯呢，铺的是圆形的地毯，那目的就是希望这整个空间它不要感觉就是被局限在一个长方形的区块里面，有一个很 cozy 的氛围，同时又打散那个空间的框架。我觉得这颗抱枕很可爱耶，它就是要白不粉的一个。这个抱枕超适合这个风格。这个子母桌茶几呢，选择的是方形的，因为我们地毯已经是圆形的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再放一个圆形的茶几，就会有一点点重复元素。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款式的话，还有做一点点小凹陷进去，我觉得很有那种你知道美术馆雕像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屋主的 Marshall 音响，它很可爱。它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提案的时候，他就说：“我好想要买一个 Marshall， 你可以帮我选一个颜色吗？”我就觉得它的风格一定就是要配白色的，所以他就真的买了一个，好好看啊！沙发后面的这个矮柜上面也帮他们放了一个气氛灯，晚上这样子，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有 feel 的感觉，真的可以想象他们夫妻在这边谈情说爱。这个杯子的字啊，我可是有特别挑过，就是 Love You, Love You More，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新婚夫妻。窗户旁边呢，我们还帮它架了2个我觉得好看的氛围吊灯，就是这个它好看的是它所有的五金零件都是那种雾金色的，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看起来就很像去博物馆会看到那种就是石膏像的材质，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再来，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疑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沙发摆斜的，请问你的电视要怎么看？那我就来直接为大家揭晓，平的。但是呢，你要变魔术了吗？对，我要变魔术给大家看，可以拉出来的。哦，对，因为他们如果真的摆平的话，他们其实那边有一个往阳台的门会没有办法开，所以沙发布的一定要得摆斜的。所以我这样子把电视拉开来之后，他们即便是坐在斜的沙发上面，也可以有就是正常看电视的角度。忘记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这款沙发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旁边侧面就直接做了一个可以收纳小东西的地方，像这样子，你就可以收你的，比如说遥控器啊，你看的杂志啊、书啊、抱枕，不是抱枕啊，是报纸。
报纸啊，都可以像这样子收在旁边，这样就很方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的天花板比较矮一点点？其实原因有2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原本这边其实是一个大梁，那如果只有大梁在这一条，然后这边往上凹的话，整体的空间感觉这个大梁会很压迫，所以我们直接用木做的方式把天花板稍微往下降了一点点。那在后面这边空心的地方呢，我们也帮他们做了2格的，就是开门，让上面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储藏空间。哇，密室真的是密室然后超大的空间，可以再收其他东西的。我其实，在跟这个客人聊天的过程，我都一直叫他妈妈，他就现在真的要当一个妈妈了。妈妈应该都会蛮喜欢像这样子很多枕头躺得很舒服的感觉吧。还有这个呢，是屋主他们最喜欢的娃娃，很可爱，是 CC 的抱，好可爱哦。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像他们2个。像这种开放式的层架，你可以像这样子直接摆书，或者是摆杂物进去。那又或者是你可以像这样子摆收纳盒，买大小适当的收纳盒，就可以把一些杂物什么的都藏在里面。在他们床头的后面呢，这边帮他们放了一个小的立灯。那其实这个立灯，我觉得应该有去逛过IKEA的人都知道它吧？它就是对，它是一个高的立灯，但其实它有2种用法，一个就是像这样子，把它中间的那一节拿掉，它就可以变成稍微矮一点点的桌灯了。所以我觉得它很方便，因为它又超便宜的，才6.99而已。如果是家里想要一个立灯，不知道选什么的话，选它很适合。这次呢，我终于久违的要来画画了，真的好久了，有点头痛。但是呢，因为屋主他很喜欢那种很像博物馆、美术馆那种感觉，就是整体底子很干净，但是有出现几幅就是很有艺术性的东西出现。这对夫妻的妈妈已经怀孕了，然后她会在明年的是今年今年的4月、4、5月，小朋友就会出生了，所以就想说送一幅画给他们。那床旁边的这一面墙呢，1、2、3、4，总共5幅画作，全部都会用不同的颜色的色块来组合，然后成为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有趣的那种艺术主题墙。你看，我觉得刚刚那些色块鬼画符们摆进花里，瞬间变得很好看。这是你的艺廊我很像在的。办画展但是我全部人最喜欢应该还是这一幅。Welcome to the world， 就是让他们可以好好迎接他们的 baby。他们在搭电梯了，准备要上来了，好害怕，有点害怕，好害怕。应该会喜欢吧？我每次都这样子，很紧张。来了，3、2、1，请进，请进。哦。我们有讲，对，我们有说我们要买一只手。哦，真的哦。你看我那时候说我要买这个，要装什么装什么？对，你都买了，然后他就说这到底要干嘛？东东西啊，你买好了，的位置会比较都帮我买比较好使用。好啊，谢谢你。还是很喜欢这垃圾桶。对，那时候我很想买，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准备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先不要买，好险没有，好险没买。为什么
么想要找我们？是因为风格？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其实住进来的时候会觉得，其实也是会觉得家有点小，可是我们希望是能住进来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品味的感觉，而不是真的是住在一个家的感觉。对啊，所以才会找你们。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改造。那其实我觉得这次的风格的话，应该会蛮适合大家如果要自己做改造来参考的。因为其实这次的家具整体的搭配啊，不论是在价钱或者颜色上面，都算是相对好入手的一次。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影片分享的小知识有帮助到你们。那也蛮想要知道，那在面对这样子狭长型的空间的时候，大家遇到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跟我们讨论。那别忘记帮我们把影片分享出去，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嗨，大家好，我是 Sel。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要简单的跟大家分享3件在厨房里面你要知道的小事。首先